你这么做无非就是满足自己的控制欲。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我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不是你的私有财产。我不让你当飞行员了，不让你飞了，这个事情有那么难吗？我是你的妈妈，我能害你吗？我就不明白了，我这么喜欢这个职业，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从小到大就这样逼我，当妈的不应该支持自己孩子完成梦想吗？做飞行员怎么了？触动你哪个神经了？陆潇，刘律师，你先等我一下。啊。今天是调解会，你为什么会来？我来做原告方的证人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我知道。开始吧。我先提一下我当事人的诉求。作为死者的父亲，郭老先生希望江机长能够公开认错。对于郭晓亮先生的不幸离世，我方作为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行业先锋，出于人道主义精神，愿意为死者的家属呢提供一笔慰问金。那具体的金额呢是可以商量的，但是我方希望这一切都是私下的，不做任何曝光。郭老先生明确主张，希望江机长能够公开道歉。很抱歉，我们不能承认没有做错的事情。大家呢都是专业人士，关于民用航空法里的法条，我不用再阐述了吧。但是有一件事情呢，我必须要提醒一下。在飞机上，郭晓亮先生对机组明确表示了他是没有病史，但是这是近1年来郭先生在医院的就诊报告，他一直以来就有失眠、焦虑、心绞痛、心律不齐等症状，还有这是他去世前1周在8个工作群里的工作谈话。郭先生呢是24小时工作待命。所有证据呢都显示，郭先生的忽然死亡是由于长期高负荷的工作引发的。刘律师，我认为贵方不应该追责陆航和江机长，而是郭先生的用人单位才对。按照民法典合同编第822条，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疾病、分娩、遇险的旅客。所以，我们认为在此次事件中，陆航作为承运人，并没有做到尽力救助。郭先生在发病之后，我们的乘务人员马上开始尽全力施救，然后我以飞机能够安全飞行的最快速度飞行。落地之后，乘务人员又给郭先生进行了心肺复苏，直到医务人员上来。可以说，我们全机组人员为了挽救郭先生的生命，已经是全力以赴了。但很遗憾，还是没能够挽回。但为什么不去备降呢？您的副驾驶提及，飞机在塞贡东南侧海域上空时，由他亲口向塞贡管制申请过备降。当他出去查看病人情况后，再次返回驾驶舱，您却已经决定取消备降，直飞新加坡，导致死者错失了最好的抢救时机。刘律师，这中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，不是因为飞机不备降，所以让郭先生失去了生命。即使当时备降了，一样不可能确保郭先生可以生还。但备降
至少能赢得更多生还的可能性。但这可能性却被江机长有意的错过了。什么叫有意呀？如果飞机备降在塞贡，郭先生不幸去世，那贵方是不是也可以说，去了医疗条件更好的新加坡的可能性被江机长有意的错过了呢？因此，民用航空法里才做了明确的规定，当航班上发生此类情况的时候，机长是拥有最终的决定权的。无论机长选择备降还是直飞，都是合法合规的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江机长为什么要修改塞贡的陆空对话录音？什么？修改录音？修改录音跟本案是没有因果关联的，更何况，您能举证吗？我是 XD8-5航班的机组成员，陆空对话录音与我记忆不符，漏掉了江机长说的病人情况已经好转，所以这个录音是被修改过的。那贵方拿到过当时的录音原始文件进行比对吗？为什么不能解释成为这位员工因为工作的矛盾造谣诽谤呢？方律师，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，起码的工作原则都不要了吗？看看，这就开始了。方律师，我们不该把矛头对准到证人身上吗？刘律师，无论是根据民用航空法还是民法典中的违约责任，贵方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。仅凭这位证人的一面之词，你觉得法庭会采信吗？那既然这样，为什么还要让老先生费神耗力，最后落得一场空呢？老先生要的是真相和道歉。你所谓的真相，只是你臆想出来的。程潇，请不要把个人矛盾放在如此严肃的场合。江机长，对于录音的事情，您真的问心无愧吗？我们很同情郭老先生一家，但是这个和解条件是我们的底线。刘律师，我希望您能为您的当事人好好的考虑一下。我回去跟我的当事人再商议一下。看不下去了，就这样吧。行，可以。那行，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吧。行。你等一下，我有话要说。我先出去一下。小常，你待会儿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吧。啊，好。希望你赶紧撤销你的委托合同。我是一名律师，代理谁是我的自由，你无权干涉。以公谋私也是律师的自由吗？你不要这样跟我说话。你以为我愿意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吗？你不明白我的诉求吗？一直以来我的诉求只有一个。你乖乖的听我话，不做飞行员了，我马上撤销我的委托合同。
我再说一遍，不可能。你这么做无非就是满足自己的控制欲。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我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不是你的私有财产。我不让你当飞行员了，不让你飞了，这个事情有那么难吗？我是你的妈妈，我能害你吗？我不明白了，我这么喜欢这个职业，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从小到大就这样逼我，当妈的不应该支持自己孩子完成梦想吗？做飞行员怎么了？触动你哪个神经了？我不想跟你吵。如果你执意要这样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但是，我对你真的很失望。